好，回到两手下按，在两手顺势上棚的过程当中，它有一个双震脚的动作。咱得先看一下这个手是怎么上棚的。两手按掌相合之后，注意看，双手在棚的过程当中不要直直的折叠向自己面门上去走。你想想，假如说咱们在老家一路的基础班里边学一点攻防含义，你说你跟人去练练手，拳头朝你的面门上打过来了，他打的低了，往你的胸口上打，你还专门往手给人家抬一下来到面门面前，是不是怕人家打不着鼻子？所以这个动作呢，一定要切记，手不是向面门的中线位置弹。在螺旋起跳的过程里，手和提膝的过程里面加上一些当胯的螺旋，中线会微微往右转一点，它是一个这样的动作，看到了吧？身体会微向右转，右转的时候既可以将两手捧于自己的面颊的右侧，同时又不会和中线形成分散，力还是由中线小度上来带过来的，是不是？那在震脚的过程当中，从右转再回到左转，想要形成震脚，咱之前在金刚岛队里讲过啊，震好脚它离不开当胯，它必须得有当胯的螺旋相合才有震脚，是不是？所以右膝的上提，带动右脚的下沉，合胯螺旋下沉震脚，这才是我们形成震脚这一声的这个，咱们讲的叫是技巧。所以你光这样，这叫震脚吗？不叫，这叫拍脚，把脚摔到地上，摔的小腿发麻，摔的膝盖难受，是不是？但是震脚它是一种螺旋劲儿，就不会再产生那种膝盖和小腿不适的感觉了。这需要大家注意啊！螺旋提膝，螺旋下沉，不要直上直下，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不好。那第一个震脚出来了，那大家也会蹦了。你看一跳起来就一声响，是不是？然后就会有同学们好奇说，老师，第二声咋来的？第二声的震脚，玉女穿梭里面的双震脚是一个比较难的点。咱们很多同学都会单震脚，这是源于咱们震脚的方式，都能明白是当胯螺旋下沉产生的震脚相合。那么左腿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啊，左腿在我们起跳的时候，人有一个习惯，他习惯都是脚尖先落地，然后放松下沉减震，把这个力量通过腿的一个弹簧，把它缓冲回到咱自己的身上。震脚不是啊，震脚是希望直直的把这个力量通过震地，然后把力量灌输下去。那它的特色是啥？当胯是折叠合着的，身法是整体下沉的，你整个人有一个下坐的趋势，同时脚掌是与地面平行的，形成了震脚的这个声音。那我们左腿就要同样也得保持这个问题。你跳起来之后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跳起来之后，脚掌平行地面，当胯提前冲审，形成了一个单震脚的动作。但是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啊，单震脚的动作会有很多同学在下震的过程当中找不到技巧，从而把膝盖蹬直。膝盖一蹬直，你膝盖中间的这个唯一一个可以减震的这个折叠就没有了。那么在你下震的一瞬间，力会顶到你的髋会顶到你的腰脊上，你的头会随着脊柱的顶托猛晃一下，对于我们的脊柱是不好的，对于我们的头也是不好的，容易震到脑袋上。所以在这里强调一个非常细的点啊，想要做好双震脚，听见两响棒棒，那就得注意到左胯想要形成第一响的单震脚，胯要在天上提前折叠产生下坐，膝要打弯，脚要与地面平行，在落地上的一瞬间及时去把这个力量宣泄到右腿上，不要让你的身体上半身去硬扛这个力。所以双震脚它不是一个震脚和另一个震脚组成的叫双震脚，而是它们两者之间有联系。你震下来的第一脚力肯定是泄不完，还会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紧接着当胯螺旋相合，把剩下的力转移到另一条脚上，然后形成了双震脚，两下的震脚下沉，而不是先震一个脚，然后再震另一个脚，劲儿都已经在你身上反震完了，你再用新的劲儿把脚震下去，
一样会震脑袋，明白了吧？这个是双震脚的细节。好，这个就需要大家下课的时候多练。这课上这一会儿你听听觉得明白了，但是课下了还是有点练不好，得多练练啊。找个软一点的土地。来，下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螺旋的蹬腿。很多同学说，老师我玉女穿梭，我蹬腿的时候是脚尖朝上，看好啊，不同的玉女穿梭的动作，掌心朝上的，掌心朝外的，掌心举天的，还有脚尖朝内的，脚尖朝上的，到底哪一种才是咱们自己的？这个没有什么大碍啊。咱们学的时候，如果以传统的讲解来说，左手会有一个逆缠向后的顶肘动作，顺势左手外捧，对不对？右手会随着身法的左转产生逆缠的推掌，和右腿基本平行。那同样，咱回忆左右蹬跟时候的细节。你的蹬腿想要体现太极拳的劲儿，它必须得什么？肯定得是螺旋蹬腿，是不是？肯定得让咱们把腿这样转着送出去。胯裆会有一个内旋，那同理啊，螺旋劲儿好不好，得看哪转不转。都说腿不是，得看身体的中线转不转。因为当腿拿起来以后，它就从根节变成了梢节。那么梢节的控制的劲力来源于哪？小肚。所以在这个位置上，注意肚子向左转的同时，用两肩形成一前一后的身法动作，肩前后产生螺旋，带动右手向前膨胀，左肘向后打肘，形成前后的对拉。那又由于咱的小肚产生螺旋，小肚螺旋，它想要往左转，左胯是不是必须得要产生相合呀？对吧？没有相合的左胯，你再转也就是拧到你的膝盖上。所以左胯必须要保持松合的一个等待当中，不能说我到这儿了，我拧完肚子了再松胯，晚了，等着它。蹬腿拧转的时候，同时向下松胯，这个地方可以明白吧？最后右腿中线都向左螺旋了，那腿肯定也要向内去产生螺旋，来形成劲力的相互配合，是不是？蹬完右腿，合完左胯，对拉螺旋蹬右腿发力，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。所以右脚蹬的低或者是高或者中，你看低、中、高，怎么去蹬都是自己的这个想法。但是右脚脚尖一定是往里转的，为啥？因为中线螺旋，当胯相合，当胯螺旋，带动对拉螺旋，全都是螺旋。你只要把这几个细节找好了，不管我们是掌心朝外对拉推捧掌，还是掌心朝上对拉，还是上举，都是正确的。但核心就这几点：小肚的左螺旋，当胯的左螺旋相合，以及肩肘随中线螺旋产生的对拉发力，明白了吧？这是我们第二个细节。第三个大细节就遇到了，同学们说，老师我跳不起来，跳不远，蹿不高，怎么办？大家看看先看错误动作，跳不远蹿不高的大概问题都是这样吧。一般都是以一条腿，以一条右腿向前蹿跳或者向上跳跃。同学们想一想，太极拳讲的这个劲儿都是两个肢体上的合劲儿来产生一个动作，所以很多同学就是蹬完以后，这小腿一收，然后腿就在原地往这一放，往上一蹬地，往上一蹦，你怎么能蹿出去？肯定蹿不出去，是不是？只有一条右腿，又想让你往前，又想让你往上，肯定是不现实的。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怎么去掌握呢？蹬完右腿以后，不要忘了先把你的身体稳住。你看蹬完以后，你的身法毕竟是个单腿着地你先沉下来，沉下来以后，你看右腿，看到了没有？右腿可以往前探脚你探出去之后，从侧面看，蹬完探出去之后，步伐是不是拉开了？那你第一步是不是就有了这么宽的距离？是不是？那你再想想，右脚探完步以后，重心在哪？左腿上。所以当我们重心也有左腿的倒换的时候，你看右脚脚尖朝前，左脚脚尖又是朝向于微微向前的一个这个身法前方的一个动作。那你这样子左胯一松沉，左脚上是不是就有蹬劲儿了？
你一蹬左腿，这个左脚给了你哪里的力？向前窜的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蹬过以后放松下沉，重心移动了，蹬，看到了吗？你的身体就会有左腿给上来一个劲儿，推着你向前方去冲身体。那同理，那有了左腿了，右腿是不是只需要轻轻往上一蹦，或者是顺着左腿的劲儿再往前一给，蹬完以后好一落，左腿先蹬，右腿再蹬，走，是不是就穿的在课件里边就看不见我了？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吗？不要总想着单腿能达成双腿的事儿啊！有了下沉，左腿续上劲儿，右腿接上劲儿，身体才能走出去。那最后一个细节，窜出去了，也蹦好了。老师，我站不稳，看站不稳的问题更好解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当你跳出来以后，左脚落地的一瞬间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窜出去的时候，身体是不是还在向右转，对吧？所以你身体上的螺旋劲儿会有一个向右的比较大的力量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的右腿的这个后叉部，它的作用是啥？一，为了刹车，停止你身体的右转；二，为了支撑，让你能够稳稳的站到这儿。所以叉步的方向就有讲究了。比如说有的同学一插步，这脚并不过去，让你的左脚脚后跟和右脚脚尖前后一条直线，那你身体这个螺旋劲会带着你继续往左躺，这就是你站不稳的问题。那第二，当我的这个两脚太近了，支撑劲又不好了，你的身体又会往后去螺旋转圈，想要跌倒，甚至晃身子啊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很少，一般都是大家插完步以后，左右两边想摔，是不是？那大家可不可以在左脚落地的时候，就一个小细节，左脚落地的一瞬间，把你的左胯松下来，屁股往下去沉，屁股往下去沉，然后让右脚多往左脚的脚后跟外侧去做插步，随后裆胯合在这个位置，手还是一个一前一后，蹬穿出来的同时，注意啊，这个地方左手左脚同步的，一蹬一穿同步的，所以这个位置咱没有放到这个课堂当中细讲，是因为大家只需要做对一个地方，蹬完一落脚以后，左腿蹬腿的同时，左手向前直直的推，就 OK 了啊。所以这些地方都不算是特别难的点，但是组合到一块儿，大家不好做连接，也是不好体现到自己的身体上，所以韵律穿梭也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去磨合步伐的一个动作外形，慢慢的去找到身法螺旋和两腿上能够传达出来的力，最后在找到身法想要停下来的时候，最重要的点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下沉。只有身法沉下来了，你才能有更多的空间把根节变成梢节，去随意的放位置，去改变身法步伐。这节课是韵律穿梭。